A24，一家2012年才成立的，目前规模不大不小的独立电影公司，一家专注于小众、邪典和文艺片的公司，在北美院线市场份额常年不超过 2.5%， 却在去年被资本市场给出了35亿美元的高估值。35亿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美国的电影行业是非常的两极分化的，要么就是巨头，要么就是个零头。那我们来看两个参考，一个100年老店米高梅3年前被亚马逊收购的价格是85亿，一个是主流市场里头最迷你规模里头最成功的狮门影业，发行过《电锯惊魂》《饥饿游戏》《极速追杀》《暮光之城》《惊天魔盗团》等等系列电影，都挺有名的 IP 吧，人还是个上市公司，但现在市值还不到20亿，所以35亿这个数字啊就很值得好奇了。因为在传统逻辑中，电影公司的价值通常源自于热门的 IP、明星阵容或是庞大的内容库。但是 A24 这家公司吧，它一没啥系列 IP， 二也没啥明星阵容，10几年历史的它也堆不起多少片库，而且截至去年，公司票房过亿的作品拢共才只有2部，那它的账肯定就不是这么算的。那它是怎么算的呢？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媒体形容这家公司的词儿，什么重新定义独立电影啦，下一个米拉麦克斯啦，什么传统电影体验与数字原生态审美之间的桥梁啦，凭一己之力提高了好莱坞大牌的竞争门槛之类的。似乎 A24 这家公司的社会地位更多是来源于一种文化层面的价值。由于公司的品味过于刁钻，所以喜欢 A24 的影迷不见得多，但会非常的忠诚。如果说 A24 有什么地方是显著区别于同行的话，那就是人们对于 A24 这个符号本身的喜欢的狂热，是影视行业前所未见的。这就有点像什么呢？我能想到一个类比，就是胖东来，粉丝抢购他的生鲜，也抢购他的卫生纸。他确实需要生鲜和卫生纸，但真正让他上头的是胖东来。所以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， A24 最值钱的 IP 就是他自己，就是这块厂牌。所以这一期我们来看另类小众这条路是如何收获主流成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专注做消费 VC 的八戒，让我们开始 A24 正传。A24 成立于2012年，它是好莱坞新兴的反传统的代表。那么旧的传统的好莱坞是什么样的呢？所以在聊 A24 之前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顺带着过一遍好莱坞的发展史。在美国电影史上有一位很关键的人物，这个人我们都认识，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那个发明电灯的爱迪生。有一个八卦就说，其实发明电灯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一个叫亨利·格佩尔的人。他发明了白炽灯，但没有申请专利。后来这东西让爱迪生改良了一下，重点是他就申请了专利，所以这东西就变成是他发明的了。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爱迪生的为人他是发明家没错了，但更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。他发明了什么都会在第一时间用专利给保护起来。然后后来他就捣鼓出一种摄影机嘛，还有电影的放映机，专利全在他手上。那么当时美国的电影中心是在新泽西州，看地图就是东海岸这边，当时已经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行业环境了。但是这个爱迪生呢，他搞了一个电影专利公司 MPPC， 这是一个托拉斯的组织形式，简单来说就是联合了几家公司，把拍电影放电影这个行业给垄断了。那他这么一搞，其他同行受不了了，就说我惹不起你，我躲还不行吗？于是乎众多电影人出走，去寻找一片新的土壤，这个地方离爱迪生越远越好。是的，他就是横跨美国从东海岸来到了西海岸的好莱坞。那么好莱坞的历史始于1910年代，在这片自由的土壤上，行业很快就蓬勃发展起来。到了20年代就出现了5大制片厂，派拉蒙、华纳兄弟、20世纪福克斯、雷电华和米高梅。雷电华咱们可能陌生一点，因为它后来倒闭了，但另外这几个都是咱们耳熟能详，至今仍然制霸好莱坞的存在。那时候的好莱坞呢，一个词儿概括叫做制片厂中心制，厂牌就是最重要的电影招牌。至于演员、导演和其他的艺术工作者，就是人他们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，是没那么重要的。那么人开始变得重要，是从演员这个离观众最近的角色开始的。你比如我就喜欢卓别林，电影里有没有这张脸是会影响我看电影的决策的 OK，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明星的概念出来了。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这帮好莱坞第一波的明星，包括卓别林在内，成立了联美电影公司，就开始把一些权利从制片厂手里分流出来。这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，准确来说
应该是产业的黄金时代，而不是内容本身或者人的黄金时代。为什么不是呢？首先，垄断依然存在。前面说到的那5大制片厂，他们是垂直整合了整个产业链，制作、发行、放映一条龙。那5大加上哥伦比亚、环球、联美这3小，8家公司就垄断了全美电影产量的90%，意味着独立电影是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。第二，创作是受到限制的。当时有个行业守则叫做海斯法典，你拍电影是必须要遵守的。那这个守则就有点以现实道德来限制电影创作的味道啊。现实中咱们不支持说脏话、犯罪、暴力，是吧？但你要这么要求电影，那很多题材的故事就没法讲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了50、60年代，3件大事改变了好莱坞的格局。第一个是垂直垄断的终结。1938年，司法部起诉派拉蒙，实际上他8个都起诉了啊，主要是因为派拉蒙是最大的一家，就说你制片厂不能再搞院线。最终1948年，最高法院判决胜诉，这个法案就被称为派拉蒙法案。第二个雪上加霜的是50、60年代，电视机开始普及起来了，很多人就想宅在家里看电视，电影院去的少了。第三就是海斯法典被推翻了，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，但是到了1968年就正式的被分级制度给取代了。那么这个局面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好莱坞产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，但作者和内容的黄金时代开始了。这个时代也有个历史名词叫做新好莱坞时代，也叫好莱坞新浪潮。艺术生可能立马条件反射的会想到4个导演的名字啊，没错，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导演扬眉吐气了，他们是电影的作者，是电影的灵魂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。这段时期的观众也是最爽的啊，高概念影片、高制作的大片，管饱管够，随便说几个吧：教父、大白鲨、星球大战、夺宝奇兵、回到未来，全是影史经典和视觉奇观。其实这场革命对产业来说也是一种进化和平衡，大厂有大厂的领地，它可以集中资源搞大制作，作者也有作者的机会，他可以凭借好的创意一鸣惊人。那么在这样其乐融融的氛围下，独立电影萌芽了。独立电影高开高走，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迎来了大约10年左右的辉煌期。发令枪是一间叫做米拉麦克斯的公司打响的，而这一枪就是1994年的低俗小说。这部电影成本800万美金，而全球票房是2.14个亿，商业价值、艺术价值都给你拉满了，可以说狠狠地启动了新一轮的游戏规则。顺便说一嘴，这时候的米拉麦克斯已经被迪士尼收购了，4舍5入，低俗小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是大厂出品。所以其实我们嘴上说独立电影，场上真正的大玩家其实还是那几个大厂搞的子品牌，比如福克斯的探照灯、环球的焦点、索尼的经典、华纳的独立影片。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件事啊，独立电影并不等于小成本电影。所谓独立，很大成分指的是资金来源独立、创作决策独立，所以它什么成本的制作都有，总体偏中小成本一些，这是相对于大片来说的。那么不是每一部800万成本的艺术片都是低俗小说。这个游戏看起来很酷，但它的投资风险太大了，收益也太不可预期了。所以在经历了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独立电影的融资环境恶化，很多人立马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华纳派拉蒙直接关闭了旗下的独立电影厂牌，还活着的探照灯、焦点也活得更加的谨小慎微。米拉麦克斯直接裁员70%，而这是消极层面的影响。另一方面，风向也变了。大家发现有一个东西，它比什么原创啊、独立啊、艺术啊什么的更加的安全可控，收益更稳定，且收益还可以很多元，那就是 IP 电影。那么以 IP 宇宙概念主宰的新一轮潮流，又是迪士尼走在了前面。我们在迪士尼那集聊过，2008年钢铁侠上映，迪士尼第2年就收购了漫威，后续就搞出了一整个漫威宇宙，然后其他巨头也纷纷祭出了手里的 IP 王牌，没有就去买，就去深造，每家公司都开始疯狂挖掘自己的版权库，把能重启的 IP 全部重启。而这种 IP 集中化就带来了制作成本的2极分化，要么投资上亿，但它是个大 IP， 它稳；要么就几百、千把万美元的小成本，亏点还能承受。别的不说，你就看近些年的票房榜吧，排在前面的那全都是谁谁谁2、谁谁谁3，几乎都是大 IP 的续作，那些中不溜的独立制作就显得很尴尬了。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变量出现，就是流媒体。
按理说，流媒体对于那些被挤出传统院线的中不溜来说是好事，是个机会。但是谁会那么敏锐，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个机会呢？奈飞在2013年拍出了让好莱坞抖三抖的《纸牌屋》，而迪士尼直到19年才后知后觉地开始布局自己的流媒体。谁会敏锐地抓住复兴中不溜的绝佳时机呢？ OK， 捋完了行业背景，终于轮到我们的主角正式出场了。在独立电影开始衰落，大厂纷纷撤退，风口开始转向，以及流媒体迅速崛起的节骨眼上，2012年 A24 成立了。我们会觉得这个厂牌很独立很反叛，但 A24 的创立绝对不是出于情怀或者什么一拍脑门，而是有预谋有野心的，要精准切入这个市场真空。介绍一下3位创始人。丹尼尔·卡兹，他是3个人里头最靠近资本的那个。创业之前，卡兹曾经是古根海姆投资公司的影视融资部门主管，就是会倒腾钱啊。这个 A24 创立的1400万美元种子资金就是古根海姆给拨的。大卫·芬克尔，他曾经干过小众独立电影，然后就跨界来到了电影圈，擅长搞艺术。约翰·霍奇斯，制片人出身，有审美，懂作者，懂创作语境。那虽然这个人在18年退出了团队，但是在公司早期的时候，从纯发行迈向独立制片的过程中，他也是很关键的角色。公司名据称是来源于意大利一条高速公路，这条路就叫 A24， 也没啥特别含义，就是开车的时候正在琢磨创业，可能一抬头看见了路牌，就还挺文艺的。那么公司从一开始就非常叛逆，因为他把总部设在了纽约，距离好莱坞有一整个美国那么远。创始人表示，选址纽约是因为看上了纽约那该死的不 care 的气质。原话如下：2013年是 A24 正式运营的第1年，2月公司发行了第一部影片，叫什么查尔斯·斯旺三世心灵一瞥。好吧，开局不算顺利，这部影片口碑票房都不咋地。不过第2部呢就对味了，500万美金成本的《春假》在全球获得了3200万美元的票房，但它带给公司的并不在于商业盈利，而在于话题度。A24 这家奇奇怪怪的发行商终于被大家看到了。随着公司接连发片，大家发现 A24 这家公司品味着实刁钻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这年头观众已经相当见多识广了，但 A24 的片子还是能让人两眼一黑，虎躯一震。我随便说2个瑞士军刀男看过吗？这是哈利波特，这是丹尼尔主演的，他在里面演一具尸体。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如何像使用瑞士军刀一样使用尸体。好吧，另一部龙虾主要讲的是单身狗如果找不到对象，就真的会变成狗。不过 A24 的刁钻也不全是猎奇，它是真的品味超好。在2014到15年间，仍是1年1部奥斯卡的节奏。机械姬拿了最佳视效奖，房间拿了最佳女主。这些片子风格迥异，但共同点是他们都非常的不传统，非常大胆，带有强烈的导演个人风格。而这样的特点在大厂眼里等同于冒险，即使不亏本，也不可能会有多高的票房。这就给了独立影业施展品味的机会。重点是，对于一家搞艺术的公司来说，品味是什么？它其实啥也不是，除非你能够打通营销闭环，也就是能够通过合理的营销，把你的品味精准地推向目标细分市场。那么在商业语境里，更准确的词叫做定位。所以说营销才是关键。我举一个机械姬的例子，有点离谱正经公司不要学。他们当时用女主的形象做成了 Tinder 聊天机器人，然后就天天在网上跟人眉来眼去。你说这是什么骚操作？不管，反正有用。很多时候这家公司的营销风格都非常的行为艺术，和社交媒体上沉浸式发疯，和传统广告的路子很不一样。比如在宣传《好时光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他们印的不是传单，不是广告牌，而是把帅哥主演的脸印在披萨盒子上，上面还写着新鲜、热辣、美味几个大字。所以这是 A24 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它上定位到了那一小撮作品，下定位到了那一小撮人群，而这种审美的一致性就转化为了一种信任，让 A24 这块招牌在目标人群的心目中成为了一种品味的保障。2016年是一个里程碑，因为从这年开始，公司不再仅仅只是做发行了，开始亲自参与投资和制作。而任谁也没想到，人第一部作品就直接杀疯了，
150万美元制作的《月光男孩》水灵灵拿下了奥斯卡8项提名，且最终拿到了最佳影片、最佳男配、最佳改编剧本3个大奖。150万，这在奥斯卡最佳影片里头是史上成本最低，没有之一啊！因为上一部成本100多万的片子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《洛奇》，那能一样吗？当今好莱坞100多万美元，你几乎连个演员的片酬都不够付的。咱就说当年那届奥斯卡，竞争对手都有谁啊？爱乐之城、降临、血战钢锯岭、海边的曼彻斯特，150万从这个阵仗当中杀出来，这个牛逼也是能吹一辈子了。那么自此 A24 一战封神，也得到了更多的投资机会。前面我们说流媒体时代对于独立影视来说是个利好，所以早在初创的2013年 A24 就同步布局了电影和流媒体。2015年公司正式成立电视部，积极与美国有线电视网、HBO、奈飞、葫芦等平台合作，既做发行也可以参与制作。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，因为它灵活嘛，什么题材火爆啦，画面炸裂啦，画风诡异啦，这对于争夺市场的流媒体们来说就是话题，就是流量，自然是无任欢迎。2018年 A24 宣布与苹果公司达成一项多年合作协议，为 Apple TV 加制作原创影视剧。就他俩各自的气质，我个人认为还挺搭的哈，你们觉得呢？当时坊间一度传闻苹果可能想要收购 A24， 这种猜测也合理啊，因为各大流媒体平台要么自己本身就是专业的影视公司，比如迪士尼加，比如奈飞、HBO， 要么就买点影视公司来为我所用，比如亚马逊买了米高梅。但就苹果还啥都没买， A24 估计也是还没打算卖啊，那时候人家连融资都不碰，说明财务状况是非常健康的，大招还能再憋一憋。那么得益于流媒体渠道的平衡，在对行业造成很大冲击的期间， A24 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稳住阵脚的影视公司之一。对于各大平台， A24 的策略总体来说是鸡蛋分篮子放，有单片合作的，也有长期协议的。比如在2019年至2022年间，公司跟美国 Showtime 电视网就签订了独家输出协议，除了苹果那边的片子，其他所有 A24 的电影都能在下映后放到电视窗口。这个收入是相对稳定的，也能对冲票房波动的风险。所以那几年虽然好莱坞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洗牌，流媒体大战也是打来打去，但 A24 还是稳住了，没有出售。而到2022年，它终于开始融资了，这是在公司成立10年后。从2012到2022 A24 吭哧吭哧干了10年，那么它现在价值多少呢？22年3月，公司宣布完成首轮对外股权融资，一共2.25亿美元，领投方是纽约一间风投公司 Strips， 另外还有路博麦等机构也参与其中。所有这些新投资者加起来，在 A24 持股不超过 10%， 也就是说公司当时的估值是大约25亿美元。2年后的2024年，第2轮融资，这次是硅谷的风投资本 Thrive 领投，它的创始人约书亚库什纳因此加入了 A24 董事会。短短2年 A24 估值上涨 40%， 达到了35亿美元，这对于一个曾经以小众艺术片起家的公司来说，是一个相当高的估值。顺便提一嘴，这个 Thrive 在投资界也是神一般的存在，约书亚这哥们儿更是个神人，眼光之毒世所罕见，曾经投过 Ins、Spotify、GitHub 什么的。最绝的是22年初投 OpenAI，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当时因为估值太高和营收太低的原因，而且 GPT 还没问世嘛，压根就没人愿意投 OpenAI。Thrive 是唯一一个掏钱的，这家机构其实主要关注的是科技互联网领域， A24 呢是他们投的唯一一个电影公司。那么融到了钱之后，接下来肯定就是走出个通天大道，宽又阔了呗。与过去不同的是，高估值必然会带来一定压力，现在有更多的人在盯着看盈利了，所以公司势必需要调整策略，即使想延续品牌调性，也需要适当的商业一点，主流一点。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3年 A24 都干了些啥。2022年，公司发行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《瞬息全宇宙》，2000万左右的制造成本，收获了超过 1.4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，且横扫奥斯卡，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主等等7个大奖，大满贯了，属于是。这还没完，因为那届奥斯卡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也相当争气，全宇宙漏掉的最佳男主让金给拿下了。这是 A24 参与制作并独家全球发行的作品。继《月光男孩》之后， A24 又在奥斯卡创纪录了，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说哪家发行公司把4个表演奖全给承包了的场面呢。
所以你说呀，作为一家体量不大、产量也不大的电影公司，但人家 A24 几乎每部作品都能引发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关注度，这种关注度是远远超过它实际上的市场占有率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有流量。然后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局面，就是厂牌本身成为了爱豆，拥有了一批忠实粉丝。我有一次搭飞机，那个小店市场使用了一种迷之分类逻辑，但 A24 精选频道还是太显眼了，也确实侧面说明了品牌的影响力。毕竟在咱们这儿，就 A24 那些个片子也没几部能上映的。那么既然拥有这么优质的用户基础，总得以 A24 的名义干点啥吧。于是也是在2022年，公司隆重推出了一种会员制度，叫做 AAA24。这个 AAA24 会员啊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。一个月$9.9，一年99，能干啥呢？作为一个电影品牌的会员，首先你看不了电影，意不意外？就它不是一个流媒体的视频会员啊。那它实际上的作用呢，就是恭喜你啊，你加入组织了，你可以积分，你在我们这儿买东西可以打9折，还享受优先购买权哟。是的，作为一家新时代的电影公司 ，A24 很早就自建了电商，卖一些个影视周边、文化周边产品。虽说其他公司也有做周边的吧，但没有哪家能像 A24 这样做得如此成功。他们把周边给做成了潮牌，做成了生活方式。你还别说，那个会员福利看似有点水，但优先购买权这一项的含金量你可能还没有概念。A24 出的潮流单品经常都需要抢不到的就变成了二手市场里的溢价。具体火到什么程度，名利场杂志有篇文章里头说，这种火法曾经只在滑板品牌和某些朋克乐队那儿见过，就这么夸张。一个 T 恤一个卫衣能炒到大几百美金一件，连明星也帮了带货。事实上 A24 的周边线非常之丰富，除了服饰潮牌之外，什么书、音乐、玩具、吃的用的、摆着看的，应有尽有。去年还弄了一个恐怖片同款的香薰蜡烛，粉丝经济也是给他玩明白了的。副业搞归搞，主业也是没落下。2023年，公司宣布与德国独立发行公司 Leonine 合作，在德国和奥地利设立合资厂牌 A24 Leonine， 这是 A24 首次在英语区以外建立正式发行渠道，要走向国际的节奏。那这一年行业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就是好莱坞大罢工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旦你怎么，连老天爷都会给你让路。好莱坞大罢工，各大制片厂的业务都在停摆，但人 A24 就能正常开工，为啥呢？因为大家主要讨伐的是制片人联盟 AMPTP， 这个联盟成员包括了好莱坞绝大多数的电影公司、电视网和流媒体，但 A24 它不在里头，所以当时组织拢共只批准了39个影视项目正常开工， A24 就占了俩，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接下来比较值得说的有2部电影，一部是跟日本著名游戏作者小岛秀夫合作的《死亡搁浅》游戏改编，目前是还在筹备，就不展开了。另一部是 A24 史上最大投资，斥了5000万的巨资拍的科幻动作片《内战》。那这部电影的风格啊，就比较迎合主流市场了，票房接近1.3亿。虽说已经是 A24 自己的第2名，但以这么高的成本来说，也谈不上成功，就算是一次商业试水吧。纵观 A24 的发展历程，从发行到制片，到媒体跨界，到消费品，从独立经营到引资扩张，10几年，他就拉完了一个传统电影公司大几十年的一个周期。也是因为这家公司很新啊，咱们这个时代节奏确实是快。总体来说 A24 在第一轮融资之后的表现是争气的，所以到了2024年，那些私募资本也是心说那接着投吧，品牌成功胡不投，未来这间公司不管是上市还是卖的，总归都是一个赚字。A24 的崛起看起来很梦幻，堪称当代影视产业的一部传奇。在这个 IP 为王的时代， A24 走通了另外一条路，通过精准的定位和品牌经营，把抽象的难以量化的审美都转化成了可增值的商业资产。它没啥显性的 IP 就是自己，就是公司本身。所以 logo 所到之处，就是用户给予信任的理由。他们相信这家公司的品味，愿意长期投入情感与金钱的支持。当然这个逻辑也很好理解啊，在如此饱和的内容市场里，一家公司想要成功，要么就是在同质化的主流市场里头去卷，你比别人厉害，别人干不过你，你会成功。那么这条路属于是很难也很烧钱。要么呢，你打差异化做细分市场，但这条路又有陷阱了。比如你有可能陷入一种自嗨，自己觉得自己贼有创意贼有个性，但也就你自己觉得了。又或者说你确实很有品，也确实得到了市场的认可，但你还接着发展不？
你要接着发展，你是做大做强吗？那一旦规模过大，作品过多，如何保证质量不被稀释，口碑不会崩坏呢？毕竟精酿啤酒只有在产量很小的时候才叫精酿啤酒。那你说我做好做精呢，然后在最高光的时候华丽退休，卖给大佬呢？那就要看你是真卖孩子，还是把孩子嫁出去，并希望他幸福快乐了。那么历史上那种进了大厂之后被整合、被水土不服，而后香消玉殒的公司也很多啊。咱们上期视频里头全是。A24 的成功在于它已经丝滑实现了从产品品牌到文化品牌的转型，这在商业世界并不罕见，但往往只发生在那些发展了足够久、沉淀了足够多的公司身上，比如迪士尼。迪士尼的商业闭环高度工业、高度成熟，在巨头里头也属于是拔尖的，但后生如 A24 竟然也闭上了。它的路子是非工业化的，更像是在经营一种文化圈子，一个门派的感觉。活跃的社群，活跃的线上线下活动，丰富的文化衍生品和消费品，围绕电影一圈一圈的延伸出去。不说影响力有多么广阔吧，至少在亚文化圈子里头，它的品牌形象是被高度认可和高度买单的，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态。在同类型的电影厂牌里头，有一个和 A24 非常非常像的公司，就是霓虹。这家公司创立于2017年，几乎就是踩着 A24 的脚印在走，小体量、轻资产、好品味，游击式营销，算是独立发行界最具体的一个竞争对手。在发片方面，霓虹的实力也是不遑多让啊。2019年的寄生虫横扫奥斯卡，今年又有阿诺拉，看起来是个旗鼓相当的劲敌，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在品牌文化效应上，有人像信教一样相信 A24， 但霓虹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，它还只是个品味不错的发行商。至于周边这块就更尴尬了，这儿有一个很打脸的八卦，就说霓虹这个创始人汤姆奎因啊，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的时候，斩钉截铁表示，我们绝对不会去卖什么50刀一个的蜡烛，然后紧接着说我们要专注于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很明显这就是轻踩了一下竞对 A24 啊。但是4年以后，他们确实没有卖50刀的蜡烛，但他们卖了15刀的阿诺拉同款的钉子裤，还有125刀一个的斯蒂芬金同款猴子。饶是如此，在跨界生活方式这条赛道上，霓虹还远远没办法跟 A24 相提并论。在 A24 完成首轮融资的2022年，据说霓虹也在积极寻求股权出售，但当时的具体估值没有透露，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公开的巨额融资或是估值。但坊间有猜测，就是他可能连 A24 的零头都不到。那你说他俩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 A24 这块招牌，这3个字本身成了一个 IP， 具备了很可观的价值。这种信任一旦建立，它就成为了公司最强大的壁垒，某种意义上也比一些纯内容 IP 要更具可塑性。但是把公司本身做成 IP 这个路径，既有明确的商业逻辑和它的优势，也存在明显的局限。一方面，厂牌型收益的上限通常受限于受众规模与审美可及性；另一方面，这种模式高度依赖于创始团队或小圈层的审美判断。一旦要进行组织扩张，一旦资本介入，那么变味几乎就是一定会发生的。到这种时候，考验的就是公司的平衡能力了。如果被收购，那你最好有一个好爸爸，并且你依然能持续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成了就是皮克斯，没成那可能就是米拉麦克斯的结局了。这东西就没法预判。心理契约这种东西建立起来需要时间，需要作品，需要气质的一致性，而毁掉就只需要1-2次错误的扩张决策，或者1次没有处理好的资本压力。这是公司 IP 比内容 IP 脆弱的地方，因为它一旦搞砸就很难再重启了。品牌一旦开始摇摆，粉丝的信任就会以猛烈的速度流失，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，再也不回来。A24 现在站在一个微妙的时刻，想长大，但是不能变态发育，长得面目全非，需要向主流靠拢，但是也不能靠得太拢，失去了原本的个性。未来会如何发展呢？可能性太多，只能说它正在踩一条好莱坞很少有人真正走成功过的钢丝。它的每一次颤抖，对产业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启示或境界。好，感谢你陪我看到这里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，我会认真看的。消费不止，金钱不眠，我们下次见。